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系列故事是发生在广西的。然后这个帖子呢，依旧是天涯论坛的一个老帖子。这个帖子的标题是：本人是广西壮族，在家乡有一些灵异事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故事。本人是广西壮族的，看了那么多网友写的灵异故事，在家乡有一些灵异事件，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是我很小时候看到的一件事儿，我这么多年都没敢说过。我那时应该是5、6岁吧，还没读书。那时的农村要6岁多才能上学前班，没有幼儿园的。我家还是那种木头房子，每个房间呢都是木板隔开的。那天晚上，我就看到木板外面有一只眼睛在木板缝里面看着我家。我爸妈在火堆旁边掰着玉米，我阿婆陪我在火堆边玩。再后来，我又看见家里的木板隔开的小房间上面有一双又白又大的大腿挂在上头。我当时非常的害怕，又不敢说。后来我妈进那个房间里拿了玉米，我跟上去想看看大腿后面有没有身子，但里面实在是太黑了，根本看不见。后来我阿婆还坐在了那2个大腿下面，叫我过去给她抱抱，我就不敢去了，跑到了我二伯家里。那时我家和二伯家是在一起的，只是他家在房子的一头，我家在另一头。去他家看到我堂姐他们都坐在火堆旁不说话，我待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又跑了回来。而看到那个眼睛和大腿还在，又一害怕，跑回了二伯家里待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那晚跑了很多次都还能看到，后来是怎么样的就不太记得了。从那之后我就变得异常的胆小，就算是现在建了新房，我也不敢一个人在家，不敢一个人睡了。还有一次呢，是在4年前，那时我在珠海的一家海鲜饭店打工。我们一般早上9点上班搞卫生，老板呢都是早上8点多出门拿海鲜，到10点多才回来。但有天早上我在拖地的时候看到老板站在窗外，他看着饭店里面我们做着卫生，我也没注意他是怎么离开的。过了几分钟以后，老板娘进来说市场那里有人喊大减价卖名牌的衣服，我们饭店旁边有个小市场，他呢买了一件才86元，等老板去批发海鲜回来也叫老板去试一试。我呢就说老板5分钟前还在这儿呢，我看到他在窗户外面看着我们搞卫生。老板娘说你乱讲，老板8点就去进海鲜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当时呢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们9点多搞的卫生。我又想起来以前表姐夫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读初中的小孩要死之前的1个星期左右有几个前村口干活的人看到他回家还跟他说话嘞，但他们收工回家，那家大人又说小孩压根儿就没回来过。他们那里读初中都要走4、5个钟的山路，所以只有周末才能回家。那天又不是周末，小孩呢也根本没有回来，但那几个人说真的看见了，还跟他说话了。后来过了1个星期那小孩在回家的路上过了一条河，刚发过洪水，河水很大，把他冲走，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老板娘说老板拿海鲜没回来，我就不敢再多说话了。再后来过了半个多月左右吧，老板突发疾病，好像还很严重，把饭店都给转让了，但听说他住院2、3个月就好了，回家了。至于到底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来，我们接着开始故事还有一个呢是发生在我弟身上的。我弟才3、4岁的时候呢，我们村死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死时呢连棺材都没有，她老公用几块木板钉起来就把她放进去了。去抬她的人说这木板钉得不好，她头发都掉在了木板里面，她头发都掉在了木板外面。她死后那1年呢，我弟就常碰到她，
那时我爸妈在天天呢上山干活，我们就留给了阿婆帮看着。阿婆呢不是亲的，她是一个无保护，没有自己的孩子，她腿脚也不方便，走路呢都要拿拐杖。我家3个小孩呢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的尾巴挡住我了。那时呢我弟隔几天就会莫名其妙的晕倒，没几天呢就会有亲戚到山里叫我爸妈回家，说我弟啊他又病了，回家找人呢看，说是碰到了那个女的，晚上拿起纸钱把他送走就好。还有一次我弟生病发烧几天都不见好，还一直说妈妈快去开后门，堂哥在后院叫我去跟他玩。那时我一个11岁的堂哥刚刚去世，他是病了2年，去医院都查不出什么病，晚上总是做梦，说有一个全身白白的老人一直追着要抓他，后来他就去世了。当时听我弟说堂哥叫他出去玩，我爸妈都很担心，找了个会做法的，把全家人包括我堂哥的家人跟我堂哥做法分开。后来我弟就好了起来，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请神婆在村里做法，神婆都会说我堂哥哭得很可怜，怎么找都找不到家，找不到父母，他一直在哭。我们那儿的神婆呢是请神上身，然后可以帮人看风水或者病的那种，当神离身以后，他是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的。我们本村呢没有神婆，一般都是去贵州请，我们离贵州比较近，像我姑妈也会，她是她家婆死后，那些神又上了她的身。那些神婆呢没来过我们村，但只要你拿件衣服给她看，她就能算出你的生辰和你全家的情况，还能看出你家祖坟埋在哪里，风水如何。这第4个故事啊，是关于一个挖宝的故事。我们那里呢有一块很大的田，一直传说那个田里埋有一个木船，船上放了满满的金银，只是田太大，不知埋在了哪里。应该是10几年前发生的事儿了。有个男的对这个传说啊非常的感兴趣，他呢想去找宝贝，他还买了探泥器回来探，又到处的挖，却根本都没找到。那时他是半夜去挖的，因为是别人家的田，他呢不敢白天挖，怕被骂。当时他挖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有天晚上他就拿了一些酒肉和纸钱去那里拜了拜。我们那里有种说法，是看到什么白白的动物或者人之类的，就拿根红绳绑住，别让他跑掉，然后滴自己的一滴血放在他的身上，看他在哪儿消失就挖哪里，就能挖到宝。那些白色的人或者动物是当时买宝人杀来埋在宝物旁边帮守宝藏的。当时他拜到一半，就看见离他不远处有一个穿白色长褂子，头发胡子都是白白的老人。他吓到了，转身就跑了回来，跟他老婆说了这事儿。他老婆过去他拜的地方，却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帮他呢把挖宝的设备都拿回了家。可从那以后他就病了半年，头发都掉光了。再讲一个关于木材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10来年前，我家的邻居呢是做木材生意的，他在我们当地啊收了很多的木材还没运走，又怕有人偷，就请了一个外地人来帮守着木材。我们本村呢是没人敢去守的，因为他放木材的地方曾经有人杀过人，那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杀人者跟我爷爷年纪差不多，在他年轻时因为不想要他老婆，想和情人结婚，他骗老婆说上山挖野槐山，当他挖好一个深坑以后，叫他老婆下去捡着野槐山，他呢就拿着锄头打他老婆的头，直接埋在了那个坑里头。当时正好呢有人路过，听到了一声救命声，但那个路人压根儿没敢去看。再后来很多年以后他才被抓的，带他回去案发地找他当年埋人的地方，因为时隔太久，他呢也没找到。当时我邻居帮守木材的有木头建了一个棚子，那个守木材的住了1个多星期。那天晚上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看着书，床头呢挂着一盏油灯。大概10点多，突然有一个头发很乱，头肿得很大很大的女人走到了他的床头，他呢吓得拔腿就跑，连鞋都没穿。
平时从那里走回我们村儿要3个多钟头，他呢是一路跑回来的。当时我邻居呢给他开门的时候，他直接躺倒在了沙发上，半个多钟才说出了话。后来我邻居找了几个胆大的一起开车过去，但到了那儿却什么都没看到，他床头的油灯也还亮着，但再后来就没人敢去守木材了。好了，那咱们这个第一个系列的就给大家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系列的是关于广西的网友投稿在天涯论坛上的一个老的帖子，这是他回忆的诸多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组成的一个系列。好的，那我们继续开始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起尸。起呢是早起的起尸是尸体的尸。我姥姥村里的事情安丘市王家庄子镇莲子屯村，不过现在重新的划分了地域，目前这个村属于潍坊市霞山区了。事情的主人公呢已经死了大概有好几十年了吧。我大舅家那条街有一个小卖部，主人公就是这个开小卖部人的老爷爷。开小卖部的老爷爷简称老头子吧，年高去世。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需要在家中停尸3日，尸体放在棺材里盖上盖子，但是不能钉死，只有到了下葬的时候才能钉死。哎呦，小可乐要冲了！哎呦，小可乐要过去了，去，保不住了。在家里停尸的时候，家人呢在一旁守着灵。停尸的第2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老头子呢突然的顶开了盖子，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把守灵的人都吓得不行，赶紧的叫来了很多人。大家就问老头子：“你要干什么？”老头子说：“给我个萝卜。”众人呢就去找了一个大萝卜扔给他，他一把抓住，3两口就给吃光了。这时候呢，大家仗着人多，一起上前呢，把老头子按在了棺材里，盖上盖子，用筷子粗细的大钉子给钉上。听我妈妈讲，那时候呢，钉棺材盖子都要用那样的大钉子。随后把老头子给埋了。村里人都说，可能是尸体冲了什么东西导致的起尸。听到这件事儿，我在想，是不是老人本来就没有死，突然苏醒了呢？我妈妈说，根据村里人当时的判断，老人就是诈尸，不是假死后复活的。想想也是，即使是苏醒，也应该是慢慢的醒来，也不可能一下子用巨大的力气顶开棺材盖，然后坐起来，还一口气吃了一个大萝卜呢。老头子被埋了之后也就没再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还开玩笑地问我妈说，现在挖开他的坟看看，说不定尸体还没烂呢。说到尸体不烂，咱们接着说下一个案件。事件的主人公呢是我妈妈的爷爷，真实可信度非常高。据我妈妈说，她的爷爷生前是一个非常高大粗壮的人。那时候的农村人呢，普遍都比较瘦小。虽然他身体强壮，但妈妈的爷爷在晚年时得了一种病，犯起病来呢就恶心呕吐，但过一阵就好了。那时候呢也不像现在，有点毛病就去医院。妈妈的爷爷就一直那样耗着。没办法，当时就是这样，有病呢就喜欢拖着。有一天的下午，妈妈的爷爷正在地里头干着活，突然又呕吐起来。我妈妈那时候很小，但是懂事了，就上前给他捶背。爷爷对我妈妈说，别捶了，没有必要了，语气中呢似乎有一种预感。结果当天晚上老人家睡下以后，第二天就再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清早发现出事以后，大家悲伤，但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张罗着准备后事了。由于老人家呢死得比较急，不是那种久病卧床去世的，所以呢没有吊标，死的时候还是很胖。照例在家中停尸3日。我妈说，那时候是夏天，她亲眼看见老人家的肚子在往上涨，似乎是要撑爆炸了一样。家人担心有什么意外，就在他肚子上压上了一块大铁板，但是肚子
仍然顶着铁板在往上走。我妈妈不明所以，就问了我姥姥。我姥姥说是死人内脏腐烂产生了气体，这究竟是否如此呢，就不得而知了。之后选址下葬，以后呢每年都是照例上坟。10年以后，那时候还是搞大寨田的时候，集体要修一条路，爬了许多的坟，其中就有我妈妈爷爷的坟。当时家人都觉得老人家的坟墓被修成了公路，遗骨在地下被人踩着，这不太好，就商量着迁坟。挖开祖坟的当天，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当人们打开棺材盖板的时候，发现老人家竟然丝毫没有腐烂，跟刚死时没有任何的区别。注意，不是那种黑乎乎的干尸，而是跟一个正常人睡着一样的，仍然很胖，皮肤有弹性。大家当时都是议论纷纷，七嘴八舌。那时候人们还没有现在人的意识，通知了考古人员或者电视台，发现了这等的稀罕事儿，惊叹归惊叹，还是要把遗体挪到新坟里去的。但就在大家动手抬老人家的时候，据我大舅的原话说，这手刚刚碰到死尸，死尸就瞬间的变瘪了，马上的腐烂，化成了一堆烂肉。尸体埋在地下10年，丝毫没有腐烂，但是被人体碰到却又瞬间的腐烂，实在是神奇。对于此事，我姥姥村里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棺材密不透风，所以人体不腐。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是讲不通的。我认为可能与坟墓的选址有着什么关系吧。好了，这件事呢就讲到这儿。这件事现在到我姥姥村里打听，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好的，那咱们今天晚上的第2个系列的2个小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分别是不腐烂的尸体，还有起尸的一件事儿啊。来，小可乐来了，讲两句。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师傅？好的，晚安各位，拜拜。